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是2025年6月13日。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Robinhood 这只股票，股票代码为 HOOD。相信屏幕前的很多投资者对于 Robinhood 这只股票并不陌生，同时很多投资者也是 Robinhood 这家券商的忠实用户。最近 Robinhood 也受到了市场跟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因为从2024年的1月份开始，Robinhood 的股价开始一路狂飙，从当时的$10左右。在短短的1年时间内狂飙至如今的$74左右，在过去1年的收益率接近700%。所以很多之前没有购买 Robinhood 的股票的投资者，最近可能正在考虑是否 Robinhood 的股票还有新的投资机会，而很多已经购买了 Robinhood 的股票的投资者，可能正在思考自己是否应该继续持有 Robinhood 的股票，还是应该进行抛售。所以在今天的这期视频中，我将给大家就 Robinhood 的这只股票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且解答大家心中的疑问。在看完今天的视频之后，观众将会对 Robinhood 为什么会开启过去1年的股价狂飙之旅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在理解了 Robinhood 股价上涨的底层逻辑之后，大家将会对 Robinhood 未来股票的表现进行一个更清晰的判断。同时，在看完今天这期视频之后，我相信很多观众也会形成自己的投资观点，对是否应该购买或者抛售或者继续持有 Robinhood 的这只股票有一个更清晰的观念。首先，我要声明一点，今天视频所探讨的所有内容仅用于学习交流，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同时，在今天视频当中，我使用的所有文字材料我已经放在了视频的下方，如果有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开视频下方的链接进行阅读。那么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正题。Robinhood 这只股票于2021年的7月份上市，当时的上市发行价格为$38。在 Robinhood 上市的时候，这只股票是受到了投资者，特别是散户的广泛关注。当时 Robinhood 承诺将接近于35%的股票份额发放给自己平台的用户，所以激发了当时很多散户的投资热情。Robinhood 的股票在2021年7月份发行之后，经历了短暂的上涨，最高飙升至$55。但是1个月之后，Robinhood 的股票开始一路狂跌，并且于2021年至2024年这3年的时间，长期稳定在$10左右，使得很多投资者对 Robinhood 丧失了信心。如果大家回看1年前的新闻或者2年前的新闻，基本上投资者对 Robinhood 都是普遍看跌的。大家认为 Robinhood 并没有为自己的客户提供最合适的价格，特别是在经历了断网事件之后，Robinhood 的风评一路下跌，所以一直截至2024年的1月份，大多数投资者是普遍看空 Robinhood 这只股票的。但是偏偏大家最看不起 Robinhood，但是 Robinhood 最争气。从2024年的1月份开始，Robinhood 的股票开始一路上涨，从当时的$10左右开始飙升至如今的$74左右，并在2025年的6月份达到历史高点$74.88。通过下面这张股票趋势图，大家也可以看到，Robinhood 的股票在经历了发行之后的短暂上涨，然后便开始一路狂跌，并且长期稳定在$10左右。但是于去年1月份开始，Robinhood 的股票开始一路狂飙。今天这个视频将一共分为5个模块。首先，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Robinhood 这只股票的背景信息，帮助大家理解 Robinhood 成立的背景以及理解它的底层商业逻辑。然后我将给大家分析 Robinhood 如今的竞争优势以及风险。然后回到第3部分，就是 Robinhood 公司股票价值的基本面分析。作为长期投资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第4部分，我将通过 AI 模型对股票价格进行一些分析，做一些敏感性测试。不过，首先声明，这只是一些直觉分析，它并不是一些严谨的金融模型。在第5部分，我将提供一些我自己对于 Robinhood 这只股票的思考，以及我自己未来的操作构思。但是同样要声明一下，这一部分并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首先，第一部分就是背景信息，我将帮助大家梳理 Robinhood 成立的原因，以及帮助大家理解 Robinhood 的底层商业逻辑。Robinhood 是一家位于美国加州的科技金融公司。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Robinhood 对自己的定位不仅仅是金融公司，更重要的是一家科技公司。Robinhood 的主要业务包括提供交易服务，其中涵盖了股票、ETF、期权、加密货币等多种投资交易。
同时，Robinhood 也推行了自己的金融产品，包括零碎股交易，投资者在购买股票的时候不需要购买一整股。同时，Robinhood 也提供了保证金交易、退休计划和联合账户等服务。Robinhood 也为投资者提供丰富的金融教育资源。同时，Robinhood 也提供了强大的支付服务，包括 Robinhood 最近比较火的返现的信用卡。Robinhood 也有自己的 debit card，同时 Robinhood 也推出了自己的数字钱包，用于帮助投资者进行数字货币支付和交易。Robinhood 由斯坦福的2位毕业生成立，他们受到2021年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启发，致力于重建民众对金融体系的信任。公司成立于2013年，并且以英国侠盗 Robinhood 命名，象征着公司创立人对金融民主化的理想，为普通投资者提供零佣金交易，让散户投资者可以零成本参与资本市场。2015年，Robinhood 的 App 正式上线，首月用户即突破10万大关。此后，Robinhood 在金融市场一路攻城略地，其用户数从2016年的100万激增至2021年的2300万，跻身美国最大零售券商之列。Robinhood 于2021年7月26日在纳斯达克正式上市，其 IPO 的股票发行价格为38美元，上市首日开盘价为68美元，相较于 IPO 价格增长79%，盘中股票价格一路飙升至70.39美元，当日股票收盘于66.80美元，首日股票回报高达75%。但是紧随其后，Robinhood 的股票表现开始急转直下。1个月之后，Robinhood 的股票价格正式跌破发行价。之后的3年，Robinhood 的股票长期稳定在10美元左右。情况直到2024年1月份开始发生变化。过去的1年，从2024年1月至今，Robinhood 的股票价格开始了一路狂飙之旅，从10美元开始稳步上升，直至最近的历史高价74美元左右。首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Robinhood 作为一家名不见经传的金融科技公司，为什么能以后来者的身份挑战诸多金融巨头，在竞争激烈的金融市场中占得一席之地。让我们把时间线拨回到2013年，那时候的美国传统券商对于投资者的每一笔交易会征收几美分到几十美元不等的佣金，散户及中小型投资者的投资成本高昂。在那时候，如果一个散户投资者想要进行股票买卖交易，他们首先需要把自己的买卖订单发送给自己的券商，然后券商收集这些订单，并将订单直接发送给以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为代表的交易所，由交易所进行股票买卖的撮合，实现股票买卖。举个例子，比如说，当一个投资者想要买入股票的时候，这个投资者首先将自己的股票买入订单发送给自己的券商，券商在收到这个订单后，会直接将这个订单发送给交易所，而交易所的交易系统会根据价格优先和时间优先的原则，为该用户匹配最优的卖方，进而实现股票买入。在这个过程中，传统券商作为投资者和交易所之间的中介机构，会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而这个交易佣金是传统券商的核心收入来源。有统计显示，这一交易佣金占传统券商营收比例大约30%左右，而对于一些中小券商来讲，这一佣金收入甚至高达50%以上。但是，Robinhood 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彻底改变了这一传统券商通过向自己的客户征收交易佣金的盈利模式。Robinhood 通过支付定金流 （PFOF） 的盈利模式，不再向自己的客户征收交易佣金，为自己的客户提供零佣金交易服务，转而向做市商征收费用。这一交易模式使投资者获得零佣金交易的机会，短时间内吸引了大量的中小型和高流动性的交易投资者，这使得 Robinhood 可以在竞争激烈的金融券商行业迅速崛起，抢占市场份额。那么什么是支付订单流 （PFOF） 呢？让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作为散户想要购买一股股票，而 Robinhood 是你的券商。那么当你登录 Robinhood 的交易软件之后，你会首先查询这只股票的现在市场价格，比如说你看到当前这一股票的公开市场买入价格为12美元，这时候你就向 Robinhood 提交了买入一股的订单。当 Robinhood 收到你的订单之后，与传统券商不同，Robinhood 不会直接把你的订单转给以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为代表的交易所，转而 Robinhood 会找到与自己合作的做市商，比如说著名的承保公司，
Robinhood 会把你的订单转卖给 Citadel，在这个过程中，因为 Citadel 得到了你的交易订单，作为报酬，Citadel 会向 Robinhood 支付一笔费用，而这一笔费用就被称为支付订单流。假设 Citadel 愿意为你要买入的这一只股票支付 Robinhood 每股1美元的费用，那么 Robinhood 就通过卖出你的订单获得了1美元。因为 Robinhood 已经通过 Citadel 获得了收入，那么 Robinhood 就可以不再向你征收佣金。从你的交易角度来看，你在这笔交易中不需要支付任何佣金，而 Robinhood 虽然没有直接通过向你征收佣金获得收入，但是因为 Robinhood 将你的订单卖给了与其有合作关系的做市商，而从做市商那里获得了收益。这时候你可能就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像以城堡为代表的这些做市商愿意从 Robinhood 那里花钱购入这些订单呢？让我们继续来看之前的例子。假设 Citadel 已经有了你要购买的这只股票的库存，也就是说 Citadel 在你提交订单之前已经提前买入了这只股票。比如说 Citadel 之前是以9美元买入的，但是今天的市场价格是12美元，那么 Citadel 可以将这只股票以一个接近于今天市价的价格卖给你，而这个过程中 Citadel 将会获得利润。假设 Citadel 之前是以9美元买入了这只股票，这时候 Citadel 可以以11美元卖给你。在这个过程中，刨去 Citadel 支付给 Robinhood 的1美元佣金，用11减9再减1。11就是 Citadel 愿意给你的价格，减去 Citadel 的成本9美元，再减去支付给 Robinhood 的1美元佣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Citadel 获得了1美元盈利。所以这就回答了之前我们提到那个问题，为什么 Citadel 愿意从 Robinhood 手中买入一些订单呢？因为 Citadel 可以将自己之前的库存股票以一个更高的价格卖出，实现盈利。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获得好处呢？回到我们这个例子，比如说你看到的今天市价是12美元，因为 Citadel 之前以一个远低于今天市价的价格买入，那么 Citadel 以11美元卖给你，其实你获得了1美元的收益，因为你的买入价格11美元低于今天的市价12美元，所以你是获得了好处。以上我们分析了当 Citadel 拥有你要购入股票库存的情况。如果 Citadel 并不拥有你要购入股票的库存，Citadel 是否还有意愿从 Robinhood 那里购买这些订单呢？答案依然是肯定的。当 Citadel 并没有你要购入股票的库存的时候，Citadel 就需要到股票市场上通过高频交易即时购入股票，然后卖给你。因为 Citadel 是做市商，它可以利用其做市商地位，依然可以以比你看到的更好的价格买入股票。当 Citadel 买入这些股票之后，Citadel 可以重复我们之前讲述的过程，从 Robinhood 那里购买你要买入的订单，然后以一个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给你，并且支付 Robinhood 一定的佣金费用。下面让我们总结一下，无论当 Citadel 这些做市商是否拥有你要购入股票的库存，Citadel 都有强烈的意愿从 Robinhood 那里购买这些订单。而在购买这个订单的过程中，Citadel 将支付给 Robinhood 一定的费用，因为 Robinhood 从做市商那里收取了这些费用，Robinhood 就不会像传统券商那样从散户那里收取交易佣金。从散户的角度来看，首先一方面，Robinhood 免去了散户的交易佣金，另一方面，在这种新型的支付订单流模式下，散户往往能够以比传统直接从交易所购买股票更优的价格从做市商那里买入股票，所以散户也是获得了切身的好处。而做市商他们能够获得利益，所以做市商也有强烈的意愿推动这一商业模式。这就是为什么当 Robinhood 提出这种新型的支付订单流商业模式以后，这种商业模式可以迅速的在全美国推广，帮助 Robinhood 以后来者的姿势，在竞争激烈的金融券商领域快速占领市场份额。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最初 Robinhood 把这种支付订单流的商业模式主要应用在股票市场交易，但是随着 Robinhood 的主营业务不断拓展，Robinhood 现在已经将这种支付订单流的商业模式运用到股票、期货、期权以及虚拟货币的交易当中。这种新型的支付订单流模式已经成为了 Robinhood 的主要收入来源。从以下这张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出，比如说在2020年的时候，支付订单流的商业模式占 Robinhood 总营收的75%。正是依靠这种创新的支付订单流新型商业模式，使得 Robinhood 在零售券商领域异军突起。
说到这里，很多观众可能在心中会产生一个疑问：通过我的分析，看起来支付订单流的方式是一种双赢的商业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投资者、Robinhood 和做市商三方都获得了收益。那么，为什么美国证监会 SEC 一直在讨论是否要限制或者禁止这种 PFOF 的支付订单流商业模式呢？事实上，这种支付订单流 PFOF 商业模式有着诸多的争议和潜在坏处，而了解支付订单流这些潜在的坏处，对于投资者全面评估 Robinhood 的商业模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下面就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这种支付订单流模式的潜在坏处和争议。第一就是利益冲突，也就是说，Robinhood 自己的利益跟他用户的利益并不是始终绑定在一起的。比如说，当 Robinhood 在考虑应该把用户的订单卖给哪个做市商的时候，假设 Robinhood 可以把这个订单卖给两个不同的做市商 A 和 B。虽然做市商 A 给用户的交易价格并不是最优，但是如果做市商 A 给 Robinhood 的订单流量费最多，Robinhood 依然会选择做市商 A，即使做市商 B 可以提供给用户更好的价格。这就导致 Robinhood 为了赚取更多的订单流量费，会把订单始终发给愿意为其支付更多流量费的做市商，这使得 Robinhood 客户的潜在利益受到损害，这违背了券商对客户的最优执行承诺。支付订单流的第二个潜在问题就是它会给 Robinhood 的用户带来潜在的交易成本，即使表面看起来 Robinhood 的客户不需要支付任何的交易佣金，但是正是因为 Robinhood 可能会把客户的订单卖给并不能提供最优价格的做市商，使得用户的交易成本有所上升。第三点就是这种支付订单流模式可能会扭曲市场结构，大量的订单集中到了像 Citadel 城堡这样的大的做市商手中，使得市场暗池化，交易越来越多的集中在少数的几家做市商之间，市场的交易缺乏透明度，少数做市商垄断了大量的交易，使得股票的价格发现功能被削弱，公开市场挂单减少，不利于市场健康。同时，这种支付订单流的方式也可能会带来交易的公平性问题。散户被像 Robinhood 这样的券商当作商品转卖给了像城堡这样的做市商，使得做市商掌握了大量的散户订单信息，可以对散户的交易行为进行精准的分析，制定出详细的套利策略，对散户进行精准收割。但是大多数散户对这个机制毫不知情。第五点就是从长期角度来看，这种支付订单流 PFOF 的模式可能会给资本市场投资者带来更差的用户体验。Robinhood 靠 PFOF 赚钱，这就会导致 Robinhood 会一味地追求其平台上的订单量，而不是提高交易质量。从长期来看，Robinhood 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其用户进行博傻式交易，让散户频繁下单投机，而不是鼓励散户进行更多健康的长期的投资。这会使得市场上的短线噪音增加，使得长期的投资难度变大。也正是由于支付现金流模式存在诸多问题，国证监会 SEC 一直在讨论是否需要限制或者禁止 PFOF 这一商业模式。SEC 调查发现，2016年到2019年，Robinhood 的用户的订单执行价格比非 PFOF 券商差，每笔500股订单平均损失15美元，甚至远超传统券商的佣金成本。2020年游戏驿站事件之后，SEC 展开了对 Robinhood 的全面审查。同年，Robinhood 因未充分披露 PFOF 的收入与执行质量，被 SEC 处以6500万美元的罚款。SEC 主席曾多次抨击 PFOF 这一商业模式，指责其存在固有的利益冲突，并且表示美国应该效仿欧盟全面禁止该模式。针对 PFOF 这一盈利模式的监管改革一触即发。正是由于这种监管上的不确定性，对 Robinhood 的未来的发展和盈利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Robinhood 凭借其 PFOF 这一独特的商业创新模式，快速抢占了美国的券商市场。如今，PFOF 这一商业模式已经被许多美国主流券商采纳。从这张表中我们可以看到，除了 Robinhood 以外，其他各大券商也不同程度地拥抱了 PFOF 模式。其中，TD Ameritrade 和 E-Trade 已经将 PFOF 商业模式作为其重要的营收组成部分。相较于 Robinhood 这类新兴的互联网券商，传统券商在拥抱 PFOF 的过程中则显得相对保守。
Robinhood 除了凭借其在 PFOF 这一独特商业模式上的创新以外，凭借其在其他方面的创新，得以快速抢占美国市场。首先，Robinhood 是首个完全以手机为中心设计的证券交易应用，即通过取消最低账户余额要求，支持$1起投和碎股交易，吸引了大量的年轻投资者。而这种设计理念使 Robinhood 成为千禧一代的首选投资工具。根据 Robinhood 用户肖像的统计数据显示，其平台用户的平均年龄仅为31岁，这一数据远低于传统券商。同时，Robinhood 引入了社交化和游戏化的金融投资理念，也使得其在年轻人中得到快速传播。Robinhood 也不停地拓展其产品生产线，涉足包括加密货币、现金管理、保证金交易和退休金账户等多种金融产品。Robinhood 也率先向散户投资者推行了24小时不间断的交易服务，同时，相较于传统券商，Robinhood 对虚拟货币交易的流程审核较为宽松，这也使得 Robinhood 成为虚拟货币拥趸者的首选。自 Robinhood 在2013年成立、2015年上线之后，其用户数额不断攀升，从2016年的100万增至2021年的2300万。同时，Robinhood 也不仅仅只满足于美国市场，即在2023年正式进军欧洲金融市场，并于次年2024年宣布其将在2025年进军亚洲金融市场。至此，我相信你对 Robinhood 成立的背景以及 Robinhood 的主要盈利模式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下面我们将展开来分析 Robinhood 的竞争优势，以及 Robinhood 在未来经营中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 Robinhood 的竞争优势。在最初 Robinhood 进入券商市场的时候，Robinhood 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它率先提出了零佣金的概念。在前面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关于 Robinhood 为什么可以推出零佣金的政策，这是因为 Robinhood 相较于其他券商，开创性的提出了支付订单流的商业模式。但是在如今的市场上，大多数的券商都已经推行了零佣金模式，所以 Robinhood 当年最大的优势，在如今看来可能已经不能再支撑其高速发展。当 Robinhood 最初成立的时候，专注于股票投资，这既是弱点也是优点。正是因为大量的业务留白，为 Robinhood 过去几年的高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上升空间。在过去2到3年的时间，Robinhood 的业务版图从股票投资扩展到银行、信贷、退休账户以及加密货币各个方面。相较于传统的券商，Robinhood 更加积极地拥抱了虚拟货币投资，为虚拟货币交易设定了比较低的门槛儿，这也是Robinhood 为什么在过去几年能够快速扩张的原因。同时，由于支付订单流的盈利模式，当 Robinhood 可以卖出更多的客户订单的时候，其盈利将会大幅上升。所以，Robinhood 也致力于成为活跃交易者的首选，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活跃交易者成为 Robinhood 的客户，这样 Robinhood 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订单，通过将订单卖给做市商来获取更高的利润。为实现这一商业目标，Robinhood 推出了它的桌面交易平台，旨在更好地服务活跃的交易者。同时，Robinhood 率先为散户提供了24小时工作日交易服务，这一举措也吸引了更多的活跃交易者。Robinhood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盈利模式就是其通过订阅服务 Robinhood Gold 吸引了大量的会员，而这些会员往往对 Robinhood 平台具有更强的用户粘度。截至2025年的第一季度，Robinhood Gold 的会员已达330万人。但是 Robinhood 在过去几年之所以能够吸引到大量的会员，主要是因为其为会员提供了更具吸引力的利率。过去的2年，Robinhood Gold 的会员可以拿到5%的存款利率，远超过去几年美国国债。但是现在的会员利率却低于美国国债，所以这势必会造成部分 Robinhood Gold 会员的流失。其次，Robinhood 推出了3%返现的信用卡业务，Robinhood 会员在缴纳$60年费之后，可以免掉返现信用卡的年费。但是 Robinhood 会员现在有330万，其中只有20万会员拿到了 Robinhood 的信用卡。很多 Robinhood 会员在社交媒体上对漫长的等待期已经展现出不耐烦的状态。同时，前面也提到，现在 Robinhood 正在试图进军金融行业的各个领域。前面提到的信用卡是其力推的拳头产品，但是众所周知，美国信用卡行业的竞争十分激烈。Robinhood 3%返现信用卡是否比其他金融机构推出的信用卡更具吸引力，尚未可知。
特别是像 Chase 和 Amex 已经有了非常完善的一整套信用卡体系。Robinhood 如果希望能够在整个信用卡行业分得一杯羹，那么单纯推出一张全类别3%的返现信用卡可能远远不够。同时，相较于传统的券商，Robinhood 更加积极地拥抱虚拟货币市场，在虚拟货币市场进行大举扩张。虽然相较于其他传统的券商，比如说 Fidelity 或者 Vanguard，Robinhood 在拥抱虚拟货币市场上拥有更加积极的心态，但是相较于虚拟货币市场的先行者 Coinbase，Robinhood 在时间上并不占有优势。所以，Robinhood 在虚拟货币市场上的扩张能否达到其预期的商业目标尚未可知。为了进一步拓展全球的虚拟货币市场，Robinhood 对 Bitstamp 发起收购。Bitstamp 是一家拥有牌照和基础设施的加密货币交易所。2024年6月，Robinhood 首次宣布提议收购 Bitstamp。2025年5月2日，Robinhood 完成了对 Bitstamp 的收购。Bitstamp 将为 Robinhood 提供即时访问全球加密货币市场的权限。Bitstamp 的国际扩张也已经在进行当中。首先，Bitstamp 着眼于英国的经纪业务，随后公司计划在亚洲市场也逐步上线其服务。虽然 Robinhood 最初是股票券商的身份杀入美国金融行业，但是除此之外，Robinhood 还有4大增长引擎，排在第一位的是期权交易。期权交易已经成为 Robinhood 利润最高、最具韧性的交易类别。2025年第1季度，Robinhood 的期权交易创下了历史新高，其年化同比增长率达到50%。Robinhood 的第二大收入来源是其投资的利息收入。Robinhood 手中握有用户的大量保证金，在2025年第1季度，Robinhood 收到用户的保证金存款同比增长了1倍，达到84亿美元。与此同时，客户在 Robinhood 账户里的净存款余额超过200亿美元。利用这些在 Robinhood 账户中的美元余额，Robinhood 进行了大量投资，产生了巨额的利息收入。另一方面，这些来源的融资成本为 Robinhood 的利润增长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前面提到的 Robinhood Gold Membership 也成为了 Robinhood 高利润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这些会员往往是更优质的客户，他们的存款额较上年增长了4倍，持有资产是上一年的5倍，而且这些会员更有可能在 Robinhood 开设退休账户，并且使用 Robinhood 提供的投资咨询服务等其他衍生服务产品。除了期权交易、利息投资收入以及会员费以外，Robinhood 的加密货币业务也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其盈利能力不断上升。在2025年的第1季度，Robinhood 从加密货币业务中获取了2.6亿美元的收入，创下历史第二高。同时，虚拟货币交易量实现了年化100%的增长。在整合 Bitstamp 之后，Robinhood 将进一步拓展全球虚拟货币交易市场，这也为 Robinhood 未来的虚拟货币业务全球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下面这张表格拆解了 Robinhood 的利润收入增长来源。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时至今日，Robinhood 起家的股票业务已经不再是其主要收入来源，相反，期权业务和虚拟货币交易业务已经成为 Robinhood 营收的主要来源。除此之外，Robinhood 还有其他几个业务尚处于早期探索阶段，但是这些业务已经表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首先，比如说 Robinhood 推出了期货和指数期权交易，这两项新的业务每年分别为 Robinhood 带来2000万美元左右的常规性收入，而且用户的采用率也非常高。其次，Robinhood 现在推出的退休金业务掌管着约160亿美元的资产，并且处于盈利期。近期，Robinhood 也推出了自家的投资顾问业务 Robinhood Strategy，这项业务的资产管理规模已增长至1亿美元。除此之外，Robinhood 也推出了预测市场产品，比如说像在去年美国总统进行大选的时候，你可以在 Robinhood 上就总统候选人谁最后可以获得胜出进行投资。而近期，Robinhood 也开始把这一业务拓展到了 NBA 和美国大学橄榄球比赛当中，投资者可以通过 Robinhood 对相应比赛结果进行投资，以获得利润。但是在另一方面，Robinhood 的经营也存在着许多风险。首先，Robinhood 在过去2年中的股价反弹，主要得益于其业务版图的全面扩张。就像之前提到的，Robinhood 的初始业务起源于股票交易，但是如今 Robinhood 已经开始涉足于金融产业的各个方面。虽然这种扩张使得 Robinhood 的股价在过去2年节节攀升，
但是随着 Robinhood 的扩张，未来可拓展的空间已经变得有限，这势必会使得 Robinhood 未来的增长步伐变得缓慢。另一个需要注意的是，Robinhood 的全球扩张并不一定会为其带来额外的巨额利润。Robinhood 的看家法宝是订单流支付 （PFOF）。Robinhood 有超过50%的利润来自于订单流支付，但是在许多海外市场，PFOF 模式已经被监管机构明令禁止。比如说，像欧盟的金融工具市场法规自2018年起明确禁止券商采用支付订单流的盈利模式。失去这一模式的 Robinhood 在海外市场拓展时，未必能够延续其在美国市场的疯狂扩张势态。同时，其在海外市场的盈利能力必将受到极大限制。此外，Robinhood 正在试图进军金融行业的所有垂直领域，但是各垂直领域的竞争都异常激烈。例如，在信用卡领域，Robinhood 需要应对老牌金融巨头如 Chase 和 American Express 的激烈竞争。在传统券商行业，它既要挑战老牌王者 Fidelity、Vanguard，又要面对新兴对手附图的挑战。在虚拟货币领域，尽管 Robinhood 采取了比传统券商更为开放的态度，但是先行者 Coinbase 已经占据了大多数的市场份额。作为后来者的 Robinhood 能否顺利拓展业务尚不明确。最后总结一下，不可否认，Robinhood 作为券商领域的新兴翘楚，凭借其开创式的支付订单流模式，能在券商领域一路披荆斩棘、开疆拓土。然而，如今 Robinhood 面临的未来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此前，它能够快速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券商行业率先推出了零佣金模式，借此迅速抢占了市场份额。但是在未来，它能否继续延续传奇呢？尽管 Robinhood 依靠零佣金模式抢占了市场，但随着其他券商的纷纷跟进，这一竞争优势已经荡然无存，导致其核心竞争壁垒并不牢固。当竞争对手都采取零佣金模式后，Robinhood 已经难现当年的扩张势头。同时，Robinhood 的核心盈利模式支付订单流本身就为其发展埋下了潜在危机，因为直至如今，监管机构依然在探讨该模式的合理性。过去一年，Robinhood 股价的飞速上涨得益于业务的急剧扩张，但是随着扩张的推进，其在美国市场的增长空间已经接近饱和，继续实现疯狂扩张的可能性变得极小。放眼海外市场，尽管 Robinhood 试图打破困境，但是由于海外市场对支付订单流模式实行严格监控，它未必能够复刻在美国市场扩张的传奇。同时，由于支付订单流模式受限，即使 Robinhood 在海外市场拓展业务，其盈利能力也必然会大幅下降。所以，Robinhood 的未来机遇与挑战并存，但其商业模式的本质决定了它很难再重现过去的高速增长。截至目前，我相信大家对 Robinhood 的商业背景已经有了清晰的认知，并对其未来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大致判断。下面让我们进入第三部分，回归金融数据，对 Robinhood 的基本面进行分析。首先来看 Robinhood 的盈利能力，在2024年，Robinhood 的总营收为30亿美元，预计2025年将增长22%，达到36.5亿美元。也在2024年全年每股收益首次转正，约为1美元每股。分析师预测，2025年每股收益将持续为正。接下来，我们将全年收益拆分到每个季度，观测 Robinhood 的每股收益是否存在季节性的变化。从左边4列数据可以看出，Robinhood 在2024年的前3个季度的收益表现并不出色，但是在第4季度突然大幅增长。这是由于其业务提升还是其他原因呢？若其增长源自于偶发因素，那么2025年将很难再次出现类似增长。经过查阅资料发现，2024年第4季度每股收益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由政府的退税返还及监管机构对会计记账方式的调整导致的。Robinhood 的财年终结于每个自然年的12月，退款返还通常发生在该阶段。对比2024年第4季度与2025年第1季度的收益可以发现，2025年第1季度的收益明显下降，这印证了2024年第4季度的增长并非由业务改善驱动的。但利好的是，2025年第4季度，Robinhood 可能再次获得税款返还，促使其收益大幅增长。中短线投资者可以关注这一窗口。据此推测，2025年前3季度的收益可能持续平淡，但第4季度或许会出现激增。接下来，让我们分析一下 Robinhood 的股权结构。股权结构对公司股价的中短期波动以及未来的成长空间至关重要。
Robinhood 约有60%的股票由机构投资者持有，他们的投资风格较为稳定，不易受到市场情绪影响，为股价提供了坚实的支撑。管理层持股8.4%，这一比例在科技公司中偏低。通常情况下，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会更有动力推动公司发展，而 Robinhood 的管理层的持股比例偏低，可能会对其公司发展的投入力度不足。这在科技公司中较为少见，难免让人担忧。另一方面，散户及其他投资者的持股比例高达31%，这在科技公司中处于较高水平。传统个人投资者容易受到市场情绪的影响，偏向于短线投资，可能导致股价大幅波动。但是 Robinhood 的个人投资者大多是年轻的千禧一代，他们受社交媒体影响，个性张扬，不同于传统散户各自为战。千禧一代容易通过社交媒体团结在一起，典型的例子就是游戏驿站事件。因此，Robinhood 的散户持股比例较高，但是这些投资者可能因为信仰坚定而不容易被市场情绪左右。值得注意的是，IPO 时，Robinhood 将接近35%的股份留给了自家客户。上市时，散户持股比例已经接近这一数值。如今，散户持股比例在31%，说明在过去3年股价低迷期，很多散户投资者并未被洗盘。这进一步印证了 Robinhood 的散户投资者的特性，他们信念坚定，不容易被市场情绪左右，而且容易团结。接下来看股息收益。尽管2024年 Robinhood 的每股收益已经转正，但是至今尚未支付任何股息。这意味着投资者若想通过 Robinhood 的盈利，只能依靠股价上涨。因此，如果考虑投资 Robinhood，需要深入研究其股价变化，毕竟无法通过股息获益。下面进入关键环节，将 Robinhood 的财务数据与行业竞争者进行对比。从表格中可以看出，Robinhood 的市值接近64亿美元，在竞争者中仅次于老牌券商盈透证券，但是其员工仅为2300人，这意味着公司人均盈利能力极强。在2025年的第一季度财报中，Robinhood 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尽管员工数量少，但是人均业务能力突出，公司运营效率极高。同时，追踪 Robinhood 的华尔街分析师有21人，而追踪盈透证券的仅有9人。这表明 Robinhood 备受市场关注，华尔街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试图对它进行研究。今年年初至今，Robinhood 的股价实现了100%的增长，在行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再看负债情况，如果公司负债率较高，偿债压力较大，容易引发现金流危机。而 Robinhood 的负债率在行业中仅排第3，与其他竞争者水平相当，处于一个健康的状态，符合行业规范。对比过去1年的营收增长，Robinhood 高达60%，是行业顶尖水平。唯一接近的是富途的54%增长，其余竞争者均不及此，说明过去1年 Robinhood 依然处于高速扩张阶段。再看净利润率，Robinhood 的净利润率高达50%，说明其每赚10美元就有5美元净收益，这一数据在行业中遥遥领先，行业平均值仅为15%左右。唯一能接近 Robinhood 的是富途，其净利润率也接近50%。再对比市盈率，市盈率是股价与每股收益的比值，反映投资者愿意为每1美元企业盈利支付的价格。例如，股价100美元，每股收益5美元的公司，市盈率为100除以5，约20倍，意味着投资者愿意为公司每1美元盈利支付20美元的股价。市盈率越高，表明投资者对公司未来的预期越乐观，但是也意味着股价有被高估的风险。Robinhood 的市盈率为42倍，而券商行业的平均值仅为21倍，是行业平均值的2倍。这一方面说明投资者对公司未来持有乐观态度，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其股价存在着高估的风险。说句题外话，此前多次提到的富途，其营收增长率和净利润率与 Robinhood 接近，但是其市盈率仅为20倍，是 Robinhood 的一半。这表明富途股价暂未被高估，处于一个合理的空间，可能是不错的投资机会。再来看分析师的评级，总体而言，分析师对 Robinhood 的股价整体呈乐观态度，认为现在可能是不错的买入机会。不过，分析师的推荐往往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请大家独立思考。但在此必须再次强调一下富途，华尔街对富途的评级为强烈买入，这是我在制作这个视频过程中的意外发现。此前没有想到，
富途的营收表现竟然如此出色，其盈利能力与 Robinhood 接近，但是股价并未被高估。如果大家感兴趣，我将出一期视频，重点分析一下富途，带大家深入了解这家公司。接下来综合来看，从估值、成长性、盈利性和市场情绪等维度对比 Robinhood 与其他券商。首先是估值，其评级为 D，这主要是因为 Robinhood 的市盈率高达行业2倍，存在高估风险。其次是成长性，其评级为 B。过去2年 Robinhood 的快速增长得益于商业版图的急剧扩张，但是未来是否能延续呢？Robinhood 在美国金融市场的各个垂直领域均面临老牌强劲对手，海外扩张也因为监管机构对其订单流盈利模式的不欢迎而困难重重。所以我认为成长性评级为 B 比较合理。盈利性方面，其评级为 B 减，但我认为有待商榷。Robinhood 的净利润率高达50%，堪称印钞机。如果要评级，应该至少为 A 减或者 A。市场情绪表现方面，年初至今涨幅100%，脱颖而出，评级为 A 加较合理。此外，不得不再提一下富途，富途的各项评级从 A 到 B，没有明显短板，这一点令人惊讶，是一家值得重点研究的企业。再看华尔街分析师对 Robinhood 的看法，过去90天内，有21位分析师追踪 Robinhood，其中8位建议买入，6位建议持有，仅1位强烈看空。总体看来，华尔街分析师认为当前是一个不错的投资时机，但是经常看研报的投资者都知道，华尔街分析师的分析并非绝对准确，比如曾经看空特斯拉，而特斯拉却一路高歌猛进，因此大家对分析师的分析结果需要持谨慎态度。目前，华尔街分析师对 Robinhood 预测的平均目标价为65美元，比现在的市场价格74美元低12%。同时，分析师也指出，在乐观情况下，其价格可能达到105美元；在悲观情况下，其股价可能跌至43美元。最后总结一下 Robinhood 的财务情况：首先，其盈利能力极强，在行业中出类拔萃，仅富途可以接近；其次，公司股价存在过热和高估风险，市盈率已经印证了这一点。同时，华尔街分析师对 Robinhood 的兴趣浓厚，认为当前是中性买入机会，但预测未来股价可能会回调至65美元，存在12%的跌幅，这也进一步表明股价被高估的风险。至此，我们已经对 Robinhood 的商业模式、盈利风险以及财务数据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与分析。相信大家心里或许已经对是否可以投资 Robinhood 有了一些初步的判断和想法。按照金融分析师的日常操作流程，下一步应该是着手搭建自己的估值模型。然而，搭建估值模型的过程通常极为复杂，此项工作往往需要一个4到5人的团队，耗时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同时还需要获得公司内部的各类资源支持，才有可能搭建出一个相对完整的估值体系。在拿到估值模型之后，我们才能依据市场的价格做出投资决策，例如买入或者不买入。但是这一过程对于普通个人投资者而言，往往不太现实。一方面，我们在时间和精力上存在着限制；另一方面，也缺乏足够的资源支持。即便搭建出模型，实际效果可能也较为有限。那么，是否存在一种可以让我们在不搭建完整估值模型的情况下，运用估值的核心逻辑，对股票价格进行一些快速的直觉性分析的方法呢？在此，我想到了一个颇为巧妙的办法，借助 AI 模型，利用其快速的计算能力，在估值模型的框架下，对 Robinhood 的股价进行一定程度的推演。当然，由于大模型本身存在一些局限，而且我们所能获得的数据资源非常有限，AI 模型能给出的分析结果也未必严谨。但这些结果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良好开端。这便引出了我分析的第4部分。在这部分内容中，我尝试利用 AI 模型，在自由现金流折现 DCF 的框架下，对 Robinhood 的股价进行初步分析。需要着重强调的是，这并非是一项严谨的建模分析，而是帮助我们判断当前股价是否合理的快速工作流。我采用的是现金流折现模型 DCF，它是当前业界运用最广泛的估值工具之一。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模型。若要从零开始为一家公司搭建 DCF 模型，其过程极为复杂。它不仅需要大量的财报数据作为支撑，还需要诸多假定条件，整个过程既繁琐又消耗资源。不过在这里，我借助 AI 的能力，对这个模型进行了简化，提炼出了3个最为关键的变量。第一个变量是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WACC），
它体现了公司的融资成本。通俗来讲，WACC 越高，公司筹集资金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估值也会越低。第二个变量是收入增长率，也就是公司未来营收的增速，它反映了公司的成长性。收入增长越快，股价自然也就越高。第三个变量是自由现金流率 （Free Cash Flow Margin），即公司可自由支配的现金流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它反映了公司的盈利能力。即当公司收入为1美元时，最终能够存多少自由现金流。一般而言，自由现金流越高，估值也越高。我想要 AI 帮我分析的问题是，Robinhood 的74美元股价是否合理？为此，我利用 AI 模型在 DCF 框架下进行反向推导，计算若其合理估值为74美元，所隐含的平均加权成本、收入增长率以及自由现金流率分别应当是多少。这等同一个反向建模的过程。假定当前股价是合理的，那么这三个核心变量需要达到何种水平呢？倘若推导出来的数值极不现实，那就表明当前股价被高估，反之则可能意味着股价合理，甚至被低估。我把此前针对 Robinhood 所做的所有商业分析、盈利模式研究、监管因素考量，以及该公司2019年至2024年的财务报表提供给了 AI 模型。我随后提出如下问题：在 DCF 模型框架下，如果 Robinhood 的股价为74美元，其对应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WACC、年收入增长率和自由现金流率分别应该是多少？AI 模型反向推导出来的结果如下：在未来5年，平均年收入增长率应该为30%，平均自由现金流率为52%，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为10%。接下来我们需要判断这三个数值是否合理。首先，让我们来看10%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WACC 是否合理。根据行业数据，这一水平与 Robinhood 所处的券商行业平均值接近，且未来预期也不会发生大幅变动，因此这一数值是合理的。紧接着是年均收入增长率达到30%，这一数据显然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6%，达到了行业平均水平的5倍之多。乍一听，这似乎不太现实。不过，Robinhood 在过去5年中的平均增长率为52%，而且分析师对其未来1年的预测增长率为31%。所以，尽管30%这个增长率比较高，但是在 Robinhood 当前的商业模式下，并非完全无法实现，所以这一个估值也是比较合理的。第三个就是自由现金流率为52%。2024年，Robinhood 的自由现金流率为36%，这意味着即便在其营收和盈利能力均处于高点的2024年，其自由现金流率依然低于模型所需要的52%，差距在16个百分点左右。此外，Robinhood 的历史自由现金流率波动较大，明显受到周期和监管因素的影响。要在未来5年维持52%的自由现金流率，以支撑当前市价难度极大。因此，结论是在当前74美元的股价下，DCF 框架难以对其估值进行合理化。这表明 Robinhood 的股价存在一定程度的高估风险。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分析是通过通用大语言模型完成的，并未针对金融数据进行微调，所以这只是一个较为粗略的估值，但是它已经帮助我们迅速对当前股价的合理性形成了判断。接下来我展开第二步探索。倘若我们人为设定一组更为合理的参数，让 AI 模型估算股价，结果会是多少？我设定的参数如下：年化收入增长率为40%，自由现金流率为36%，也就是当前水平，WACC 为10%。AI 模型计算得出 Robinhood 的合理估值为62美元，这一估值与华尔街当前主流估值65美元极为接近。而 Robinhood 当前的市场价格为74美元，这意味着其存在约19%的高估空间。我要再次强调一下，由于此次使用的大语言模型未进行任何微调，在数据完整性和建模精度上无法与专业机构相媲美，但是作为估值起点，它已经具备了较高的参考价值。总结来说，Robinhood 当前74美元的股价在 DCF 模型下难以实现合理化，存在高估值风险。至此，我们已经完成了对 Robinhood 的全面分析。我们详细探讨了 Robinhood 的商业模式、股权结构、未来发展前景以及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同时，我们也对 Robinhood 的财报进行了深度解读，并且借助 AI 模型的强大计算能力，在自由现金流折现模型的框架下，对 Robinhood 的股价进行了初步的直觉性估值分析。最后，我想阐述一下我的个人思考与操作策略。首先，让我们回到视频开篇所提出的问题：为何 Robinhood 的股价在过去几年能够从10美元大幅上涨至74美元？这个问题实际上并不复杂，原因在于
Robinhood 在过去几年实现了产业链结构的全面拓展，同时将支付订单流模式从股票交易延伸至期权交易和加密货币交易领域，这使得公司的盈利能力呈现爆发式增长，进而彻底改变了其原本作为单一股票券商的商业定位，这是推动其股价爆发的核心逻辑。我们已经了解了它过去是如何实现增长的。那么接下来一个合乎逻辑的问题便是，在未来短期内，Robinhood 是否还能维持这种高速增长的势态呢？结合前文分析，我个人觉得非常难。原因如下：目前 Robinhood 已经涉及了几乎所有金融行业的主要领域，因而难以再发掘到新的、真正具备实质意义的增长点。我所能想到的唯一 Robinhood 尚未涉足的领域便是债券投资，这也是它当前一个显著的短板。其次，Robinhood 在每一个垂直领域内都面临着激烈竞争，例如在信用卡领域，它承受着 Chase 和 Amex 的竞争压力；在券商领域，有 Fidelity、Charles Schwab 等老牌竞争对手；在加密货币领域，有 Coinbase 这样的专业平台。显然，Robinhood 自己也意识到，在美国本土市场想要获得大幅增长极为困难，所以他已经开始将自己的目光投向海外市场。但正如我们之前探讨的，其在海外市场的扩张策略未必能够带来丰厚利润，因为 Robinhood 当初在美国市场能够快速抢占份额，主要是凭借其支付现金流模式所实现的零佣金交易的吸引力。然而，这一模式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受到严格限制，比如欧盟早在2018年就明令禁止，这使得 Robinhood 在这些市场难以靠免佣金来快速抢占用户，并且我们也清楚，支付订单流是 Robinhood 超过50%的收益来源，所以一旦在海外市场无法复现这一盈利模式，即使获得用户，其利润率也会大幅降低。综上所述，基于目前信息来看，我认为 Robinhood 在未来几年之内再次实现股价翻7倍的奇迹可能性非常低。那么对于尚未入场的投资者而言，当下是否是一个绝佳的入场机会呢？结合我们此前所进行的估值分析、市盈率判断以及借助 AI 模型在 DCF 框架下的初步推演，我们能够发现，当前74美元的股价已经呈现出一定的高估风险。为了支撑这74美元的估价，Robinhood 需要在未来几年之内达成极高的收入增长以及出色的现金流表现。然而，这些要求实际上是极难实现的。所以，综上考量，倘若你现在尚未入场，请务必保持谨慎。当然，此处所提及的高估，并非意味着严重高估，仅仅是提醒存在一定的高估值风险。此外，在深入了解商业模式和技术指标的前提下，我认为还有一个更值得重点关注的判断依据，那就是作为用户你自己的切身感受。我是 Robinhood 的用户，因此我也想从用户角度来分享一下我的使用体验和感受。我曾经订阅 Robinhood 的 Gold 会员，时长大约有2年多，但是最近我取消了该会员资格，原因主要有2个。其一是我申请的 Robinhood Gold 信用卡，等了1年多都未获批，我一直未取消会员，就是盼望有一天能拿到这张卡，但是最终毫无结果，我便不想再继续等待。其二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原本成为 Gold 会员的核心吸引力在于其能为我提供高于市场水平的存款利率。当时美国国债利率大约在4.2%、4.3%之间，而 Gold 会员可以获得5%的年化利率，相当划算。但是如今，即便成为 Gold 会员，存款利率也仅有4%。我若直接去市场上购买国债，依然可以轻松获得4.3%的年化利率。如此一对比，Gold 会员的吸引力自然大幅下降。另外，Robinhood 迟迟未推出债券投资功能，直到现在依然无法在其平台上买入新发行的债券。有人或许会觉得这只是一个小问题，但是你若学习过金融，应该了解马克维茨的投资组合理论。在没有固定收益资产的情况下，就无法构建出理论上最优的资产配置组合，也就无法沿着有效前沿来优化风险和收益。所以，看似仅仅缺失了债券这一项功能，实则对整个资产配置逻辑产生了巨大影响。还有一点，Robinhood 也不支持许多重要的 ADR 交易，比如说我早期想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但是 Robinhood 上根本无法购买，所以我只能更换平台。虽然后来 Robinhood 在这方面有所改进，但是整体支持范围依旧非常有限。在虚拟货币投资方面，相较于传统券商，Robinhood 显得更为开放，和制度也没有那么严格。不过，由于我并非虚拟货币的重仓用户，这一优势对我来说没有太大意义。
所以最终我还是倾向使用 Fidelity，它在实际使用中对我更具吸引力。以上便是我对 Robinhood 的使用感受。我特别想强调的是，Robinhood 下调会员的存款利率是一个严重的失误，这必然会导致部分用户流失。倘若他们不尽快弥补债券交易这一短板，我认为这种用户流失的趋势将会愈发严重。后来讲一下我个人的持仓情况。早在股票处于低价位时，我就买入了 Robinhood 的股票，平均成本为43美元。目前而言，总体收益达到70%。基于此种情况，我接下来的操作是既不加仓也不减仓，我会继续持有现有股票，但不会在当前价位继续增持。倘若股票价格回调至60美元左右，我或许会考虑再次加仓。然而，在当前74美元的价位上，我的态度是 hold 持有，继续观望。以上便是我对 Robinhood 的全面解析。这是一个我精心制作的视频，倘若你能看到此处，衷心感谢你抽出时间来观看。希望你确实能够从视频中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要是你喜欢这种深入透彻的分析内容，请务必为我点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同时，你若对其他股票感兴趣，也欢迎在评论区内留言。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